好，今日想講下貨幣供應嘅定義。咁咩叫貨幣呢？我哋最直接嘅理解呢，就叫做貨幣基礎。貨幣基礎意思即係話呢，大家見到啦，一張張印出嚟嘅數到嘅紙幣，當然啦，包括埋硬幣啦。咁貨幣同硬幣加埋呢，我哋就叫做現金。咁你發覺貨幣基礎呢，基本上就唔會改變噶啦。例如印咗100蚊、100萬、100億啦，或者嘅現金啦，得兩個可能性啫嘛。第一就係喺公眾流通緊啦。咁如果公眾將啲錢入咗落銀行，咁我想問貨幣基礎有冇改變啊？其實冇啊，都係現金啫嘛，不過存咗落銀行入邊。咁即係話咧，公眾嘅現金變咗零，但係銀行嘅儲備就多咗100。咁我哋話咧，貨幣基礎咧基本上係唔變嘅。好，跟住到第二個概念就叫做貨幣供應，個名有少少唔同，我哋睇下定義先。貨幣供應即係話咧，公眾手上面拎住嘅現金，再加銀行嘅存款。咁表面上咧，初步睇咧，你發覺其實同貨幣基礎好似係冇乜分別㗎喎。舉個例子，公眾原本揸住100蚊嘅現金，佢而家咧存咗落銀行，會發生咩變化？咁我哋話公眾手上嘅現金變咗做零啦，但係銀行嘅存款即時多返100。咁我哋話即時嚟講咧，其實貨幣供應同貨幣基礎其實都係冇乜分別㗎。嚟多次，貨幣基礎即係印出嚟發行咗嘅現金，咁貨幣供應咧就係公眾流通嘅現金加銀行嘅存款。咁如果公眾將現金存咗落銀行，咁現金會少咗，但係存款會增加，所以即時咧其實係冇改變到嘅，係唔會多咗嘅。咁但係我哋下一課有個叫做存款嘅創造啦，咁我哋話咧最後咧存款係唔止100嘅，咁呢個我哋暫時就唔討論住啦。咁簡單嚟講，貨幣嘅供應即係公眾流通嘅現金加存入銀行嘅存款。但係跟住我哋要討論咧，就係話存款其實有好多種嘅。例如你將100蚊存落銀行，咁你會揀邊種嘅存款呢？咁第一種咧，我哋話咧就叫做往來存款。咁往來存款即係我哋俗語所講嘅支票戶口啦。咁你有需要嘅時候咧，可以喺度寫翻100蚊咁樣，攞翻啲現金出嚟嘅。咁我哋話，如果你淨係計公眾嘅現金，淨係計往來存款一種嘅存款咧，咁我哋話咧就叫做最狹窄嘅貨幣供應定義，簡稱 M1。咁其實但係咧存款咧仲有好多種嘅，我哋最常接觸到嗰啲銀行咧就叫做持牌銀行。咁基本上我哋記得個名嗰啲啊，匯豐啊、渣打啊、中銀啊，呢啲咧都叫做持牌銀行。咁佢哋有咩種類嘅存款嘅咧？分別有儲蓄存款啦。好啦，儲蓄存款唔知同學有冇開過啦？係有本簿仔咁樣嘅，即係啲錢咧存咗入去有個記錄嘅。咁另一種咧就叫做定期存款啦。咁啲阿婆阿公咧係好中意啦，做定期點解啊？因為咧利息會多啲嘅。咁個形式就係大約佢係咁嘅啦，有張紙記錄咗你存咗幾多，利息幾多，年期係幾多。咁咧你發覺咧係有個名嘅遮住咗啦。舉個例子係個阿婆咁樣，即係話到期嘅時候咧，只有呢個阿婆咧先可以攞得翻錢嘅。好啦，最後一種咧就叫做存款證，咁其實都係定期存款嘅一種。咁同上面嘅定期存款有咩唔同啊？答案咧就係佢冇名嘅，唔會寫住阿婆嘅名。咁換句話講，咩人會做存款證啊？通常係一啲公司啦，比較大額啲嘅。咁必要時咧可以攞存款證嚟還債。點解啊？因為頭先講過，存款證係冇名嘅，邊個執到咧，到期咧就可以攞錢噶啦。而定期咧係有指定個名嘅。嚟多次，定期存款同存款證最大嘅分別就係存款證咧係可以轉讓嘅，邊個攞到就可以攞錢噶啦。咁所以話就咁講銀行存款，我哋好籠統。如果你連持牌銀行嘅所有存款都計埋嘅話咧，
咁我哋話咧，呢個定義咧就叫做 M2 貨幣定義2。咁其實一般人接觸嘅銀行或者銀行存款咧，大部分咧都係持牌銀行，但係根據香港法例咧，其實咧仲有第三種嘅，就叫做有限制牌照銀行。咁呢啲銀行好另類，通常甚至咧唔喺地鋪，要上樓嘅寫字樓嘅。咁我哋一般市民都唔會接觸噶啦。咁舉個例子，我查過有一間叫做泰國軍人銀行，咁即係聽都未聽過啦，就係屬於呢一類嘅。甚至咧仲有一類咧個名咧直情唔叫銀行，就叫做接受存款公司。咁有限制牌照銀行同埋接受存款公司，除咗名之外有咩唔同啊？佢哋淨係做定期存款嘅啫，同埋存款證，同埋一般市民都好少幫襯噶啦，通常一啲公司啦先會存款落呢一類嘅銀行嘅啫。咁總結，貨幣供應就係話公眾流通嘅現金加存款，但係至於加咩存款呢？如果你淨係計往來存款呢，我哋就計緊定義1。好啦，加埋持牌銀行嘅儲蓄啊、定期啊、存款證啊，咁個範圍大啲咧，咁就叫做 M2、M2。咁如果你所有存款都計晒嘅，包括埋第三級嗰啲咁嘅有限制牌照銀行同埋接受存款公司嘅定期或者存款證咧，所有存款都計晒咧，咁我哋話咧就叫定義3。咁或者我哋跟住睇睇考試會點樣考先啦。好啦，去到後邊嗰一頁。咁呢度會有一個少少嘅終結嘅，就係話根據香港嘅法例咧，係分開3級，只可以有3類機構接受公眾嘅存款嘅。咁第一類就係我哋最常見啦，匯豐啊、恒生啊、渣打啊，呢啲咧就叫做持牌商業銀行，咁係任何存款都有嘅，包括往來啊、儲蓄啊、定期啦。第二類咧就係做定期或者存款證嘅，同埋咧金額都有限制嘅，至少要50萬。咁我哋一般市民咧就好少會接觸噶啦。咁第三類咧更加唔叫銀行，淨係接受定期嘅啫，同埋至少要10萬，同埋至少要3個月嘅定期。好啦，所以根據以上嘅資料咧，我哋睇睇呢一題啦，睇下同學識唔識做啦。嚟多次，我哋一般市民想存錢咧，基本上諗都唔使諗噶啦，一定係揀第一類噶啦，因為咧佢任何類型、任何金額都可以接受嘅。咁或者我哋先睇咗2018個題目先啦，因為好似簡單啲。咁同埋都俾埋提示你噶啦，咁當然考試就唔會有啦。咁我哋首先睇 A 先，接受存款公司2個月係唔受你玩嘅。同埋8萬蚊都唔受你玩嘅，所以 A 係錯咯。咁至於 B 有限制牌照銀行應該都唔得啦，因為睇到咧最低消費咧都要存50萬，但係你得8萬，死窮鬼，走開。好啦， C 就可以好似啱啦，因為少於50萬有限制牌照銀行唔可以接受你存款，得8萬蚊唔可以存入有限制牌照銀行，所以係正確嘅。好，咁我哋睇埋 D 啦。B 我哋又話係錯嘅，仲記唔記得啦？基本上任何人持牌銀行都可以存嘅，係最少限制任何類型、幾多錢、任何年期，其實都可以存錢嘅。持牌銀行係大小通吃嘅，所以係唔會有不可以接納嘅存款。好啦，跟住我哋真係睇下2019年嘅題目啦。好啦，題目就係話有個市民將50萬喺有限制牌照銀行拎走，咁就咧入咗去持牌銀行。咁個理解就係咁啦。好啦，然後對 M1、M2、M3 分別有咩影響？好啦，跟翻我哋嘅定義，有限制牌照銀行係屬於個圈嘅第3層，所以咧呢度係少咗50萬。好啦，拎走咗，跟住存落去邊度啊？儲蓄持牌銀行嘅儲蓄存款，咁應該係屬於個圈嘅第2層，咁又加咗50萬。咁你見到我點解用圈圈呢？咁其實咧係方便我哋做呢啲題目嘅。
咁我哋睇下啦，一加一減之後，最細個圈 M1 有冇變啊？中間多咗50，最外圍少咗50。我哋話 M1 係冇影響嘅，最入邊嗰個圈係冇喐到嘅。好啦，跟住 M2 有冇影響啊？M2 淨係計第一同第二個圈，咁我哋發覺咧，兩個加埋咧係多咗50萬嘅。好啦，到最後 M3 第三個圈，咁希望同學睇到咧，其實咧 M3 係全部包晒，所以雖然中間嗰層多咗50，但係最外嗰層少咗50，一加一減咧，其實最後都係冇變嘅。所以最後嘅答案就係 M1 不變，M2 增加50萬，M3 不變。咁代翻嘅答案咧，應該係好啦，答案應該淨係2，即係 B 啦。好啦，咁同場加映最後一個環節就話有一種銀行咧係唔做你生意嘅，嗰種銀行咧就叫做中央銀行。咁其實每個國家咧都有一間咧屬於自己嘅中央銀行，例如中國咧就叫做中國人民銀行啦。好啦，美國咧就叫做聯邦儲備局啦。好啦，日本嗰間咧就叫做 Bank of Japan 啦，就咁叫日本銀行嘅啫。但係同學唔好聽到銀行個名咧就諗住攞啲錢存入去，因為係唔接受公眾存款嘅。咁中央銀行其實做乜鬼嘢㗎？好啦，咁睇到呢張鈔票，咁同學都估到其中一個功能咧就係發行鈔票啦。好，中央銀行嘅功能就喺左手邊。咁有時考試好簡單，就係問你講中央銀行做啲乜嘢，是但講兩個。咁我哋咪講啲識嗰啲咯，最簡單發行鈔票啊、硬幣咯。好啦，最後借貸人就係話，如果一啲商業銀行出現擠提，即係話唔夠錢，咁咧係會引起恐慌嘅。咁呢個時候咧，中央銀行咧就要出手啦，即係俗稱所講嘅打救啦。即係商業銀行唔夠錢咧，其實可以向中央銀行借嘅，咁當然收翻個利息啦。好啦，咩叫做票據交換？即係話銀行之間開啲支票轉嚟轉去咧，每日都要對數嘅。咁即係話你爭我，我爭你咧，每日都要結算嘅，咁就叫做中央票據交換，或者叫結算。好啦，政府嘅銀行，即係政府有咁多錢存喺邊度咧，就係中央銀行啦。個目的咧就要控制翻個經濟。好啦，監管商業銀行。咁我哋頭先講過啦，銀行係有啲法例嘅，例如會分開3級啦。咁呢啲咁嘅法例邊個監管啊？就係中央銀行啦。好啦，管理外匯儲備啦，賺咗啲外匯點樣管理啊、投資啊，都係中央銀行嘅職責。好啦，銀行業嘅銀行，咁頭先都講過啦，如果普通嘅商業銀行真係唔夠錢嘅話咧，可以向中央銀行借嘅，收翻個利息啦。但係考試嘅另一個問法就係話咧，香港嚴格嚟講咧係冇正式嘅中央銀行，但係香港咧有一個機構叫做香港金融管理局，佢會分擔翻一啲中央銀行嘅工作。所以我加咗一欄咧就係對照翻啦。有啲中央銀行嘅功能咧會由香港金融管理局，即係簡稱金管局做嘅，但係有啲咧就交翻俾私人銀行做嘅，例如發鈔咁樣，你見到咧唔係金管局做嘅，係3間發鈔銀行啦，中銀啦、渣打啦，同埋匯豐咁樣啦。所以香港啲紙幣比較亂嘅，因為有3間銀行去印嘅。好啦，最後我哋睇睇 past paper，咁同學自己睇下識唔識答啦。咁我哋話 A 係錯嘅，因為持牌銀行唔夠錢嘅話咧，通常咧睇到啦係向
匯豐借嘅，因為匯豐係最多嘅存款。好啦，管理外匯儲備係啱嘅，係金管局轄下嘅外匯基金啦。好啦，決定市場利率係錯嘅，因為香港一個叫做聯繫匯率，即係話同美元掛鈎。簡單嚟講咧，美國嗰邊美元加息咧，咁香港咧焗住要跟噶啦，咁就應該都要加息嘅。咁即係話咧，香港咧唔可以自己決定個利率嘅。好啦，最後係錯嘅。好啦，金管局唔會幫政府收稅嘅，收稅係政府部門，例如稅務局嘅責任啦。咁所以最後答案就係 B 啦。